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到呢，现在这个非常有趣，我看了也好想吃川菜，因为呢，就是这个叶伦哦，他在昨天连夜是搭着高铁到了北京，那第一件事情他指明呢就直奔川菜餐厅哦。好，那这个呢就是叶伦菜单哦，就是他到这个川菜餐厅呢吃的东西哦，大家可以看看哦。那另外呢是他也有回送这个勋章哦，就是叶伦呢他回送给中国大陆方面的勋章。好，因为其实叶伦呢这一次有访问中国大陆的行程呢，可以说呢几乎这个该见的他都有见到了。首先呢，我们看到他最新的是呢来见了这个中国总理李强。那在7号的时候，两个人举行了双边的会谈，他就提到说呢，美中两国有义务去负责任处理这个复杂的关系。那李强当然还是也是回应说要互相尊重啊，成为伙伴这样子。可是问题是呢，叶伦5号、6号连续2天和何立峰的会谈哦，那当然叶伦呢把很大部分的重点呢，有超过这个一半的时间呢，你看到就提到是有关于他指大陆产能过剩的问题了。那最后的时候呢，谢峰他虽然没有点名，可是看起来就是在剑指这件事情。他就提到说呢，这个就全球来说，优质产能不是过剩，而是严重的不足。所以呢，所谓质疑大陆产能过剩，这是一个假命题。好，那现在是不是呢？说到这个产能过剩我们看到尤其是在电动汽车的部分好，德国呢这个肖兹就率领一些企业的高官呢到中国大陆访问的前夕呢，大陆商务部他们就先在慕尼黑来召开了投资中国的这个企业圆桌会当中就提到说呢，中德的经贸关系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德国的商报呢也提到说，德国现在是不是必须要和中国妥协了呢？尤其德国之声近2天疯狂的报道了大陆的新能源汽车，那每篇看起来似乎这个恐惧感蛮高的所以就被外界嘲讽啦。比亚迪是不是把德国人给吓死了呢？瑞士的经济学家就提到说，德国政府最好要赶快适应大陆汽车崛起的现实。大陆网友呢也提到说，瑞士人在劝德国，就虽然说，你都已经说叫人家投降了，那你也不要再抵抗了。福斯的 CEO 也提到说呢，他们在中国还没有准备好在电动车的领域上呢，确实目前还跟不上中国大陆市场快速增长的部分。另外是呢，欧洲的交通和环境联盟报告呢，日前就预测了给你一个数字他就提到说，中国大陆生产的电动车将会占欧洲的电动车总销量来到了25%以上。好，那对比一下呢，去年是19.5%所以确实呢，这数字是蛮惊人的成长的。但至于我们要讲到电动车就来看到呢，特斯拉就被形容说呢，它快被比亚迪卷死了吗？可是这样的话呢，当然马斯克非常的生气他就在这个社群平台上发文辟谣，说路透社跟关于特斯拉这个独家报道呢，严正的来驳斥但是路透是提到什么呢？路透是提到说，特斯拉取消了 Model 2的开发工作。那之所以会放弃这个廉价的入门车型呢，就是因为被大陆的电动汽车给影响的。主要就是因为大陆汽车呢，这高性价比的这种车型呢，不断的扩张，而且你看，提供低到$10,000就可以买到的电动车，那这样子的话，你还有竞争力吗？再加上不只是比亚迪现在还多了是小米的这个也有研发了电动汽车在新岛就提到说呢，他们实地去采访了小米的北京商店现场赏车的顾客还真的是蛮多的。那日本的机构研究员也提到说，小米为什么会吸引人呢？就是打造这种人车家全的生态互联。又有顾客呢就说，对于说这个小米呢有这新的电动车呢，他们觉得非常的新奇就像是 iPhone 出来的感觉一样。另外是还有呢是华为他们将在4月11号的时候呢要发布车和 PC 类的产品，所以外界就也很关心啦，那个车到底是哪一辆车呢？即将要来
也要抢占市场了吗？那华为是说已经有超过4000款应用加入鸿蒙生态了，所以他们第一季的数量呢也激增了20倍。好，不止我们刚刚讲到这些另外还有是华为现在也要开发这个飞行机器人，就是要把这个低空经济希望可以写入呢这个今年两会政府的工作报告当中，所以呢有意识的要来全力发展。而我们在大陆的知识产权的官网上呢，也可以看到华为在3月底的时候就有公开有关于这个飞行机器人的相关专利了。好，我们先请教彬哥怎么看说呢？这个叶伦在回访中国大陆，那当然他也提到的是有关于呢这个是被批评伪生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个产能过剩，我个人认为，叶伦虽然在出发前就已经说他要就这个问题好好跟中国大陆讨论，但我认为这个恐怕双方是很难达成共识的。因为什么叫产能过剩？因为这个东西听起来很奇怪。如果中国大陆真的是产能过剩的话，那他卖出来的东西你们不会要对不对？因为你们有对等的东西，如果你的东西比他好，然后价钱也没有比人家贵的话，那有什么产能过剩的问题？那显然就是中国大陆现在生产的东西并没有比你差，然后价格又比你便宜，所以才造成你们的压力。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西方应该要去好好想清楚，就是你们到底要在什么样的市场上跟中国大陆竞争，那还是你们准备以后就重新回到关税壁垒，就大家都锁国，不让别人的东西进来呢？那美国要往这个方向去走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美国自己要去思考的。那至于说，中国大陆现在电动车这个东西，当然它真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特别是它自己国内的市场竞争就非常非常激烈。那也因为这样的，所以他们不断的，不管是在价格也好，在性能也好，一直不断的推陈出新，所以这自然会在这么激烈竞争的结果，自然会造成他们的产品的更新速度非常非常的快，那也变成它的性能就越来越好。那现在其实已经很明显的对特斯拉造成相当强大的一个压力，所以路透讲的这一个。他说他 Model 2是不是不研发？我认为是非常有可能。为什么？因为你要在性价比很难比，对，你要在性价比去竞争过比亚迪，真的是以特斯拉来讲，真的蛮困难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蛮合理的一个走向。那当然，马斯克现在是说这是谣言啊，那就看他是不是到最后真的能够生产出来一个性价比能够比得上比亚迪的车，那就看马斯克有没有这个能耐。不过我认为可能性不高。那至于说，比亚迪自己也是，因为他也不是永远都领先的，为什么？因为他也要面对国内他们其他的一些竞争者，包括你看小米一个做手机的，突然之间做一个 SU7，然后马上就大卖，这个对比亚迪也会造成压力啊。那比亚迪能够做的做法，就是要赶快推陈出新，然后要想办法在其他地方再让别人难以追上超越。就好像我们的马英九总统不是就要去问人家你们什么时候被人家超越了？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他们这些厂商自己要想办法去做的。那华为当然也很厉害了，他现在就是用他的鸿蒙系统去结合了更多各类的产品，所以他在上一季是整个爆炸性的成长。那问题也是在这里，也就是我们都看到过去有很多厂商，包括 Sony Ericsson 啊，然后 Motorola 啊 Nokia 啊，本来都称雄一时啊，短短几年之间就完蛋，整个江山就毁。所以对这些目前看起来在市场上领先的这些企业来说，他们也是要面临非常大的压力，因为他只要一个步骤走错，其实就可能整个毁掉。像比亚迪的经营策略，你要说它强，它是很强，因为它从头到尾全部都包。可是相对来说，它只要一个策略错误，它可能就整个垮掉，因为那个投资的资金太巨大。所以我觉得现在对大家来讲都有不能输的压力。所以在这种状况下，OK， 欧美的市场可能因为他们要保护自己的内部，它可能会对它产生一些封锁啊，一些增加关税啦，或者其他的一些制裁。那可是他们还是有其他第三世界的一些市场可以去经营突破。所以我认为，就是对欧美自己的消费者来讲的话，其实厂商这样的激烈竞争对你们是一件好事，因为你们可以用更便宜的价钱去买到更好的产品。你如果你们的纵容你们政府去把它关闭，然后去保护你们自己的产业的话，其实看看我们台湾自己保护汽车产业的结果，保护到最后，我们的汽车产业是全面不如人家。欧美真的要往这条路上去走吗？对，因为其实有竞争才有进步嘛，类似这样。对，叶伦刚开始来的时候，我们都认为他是到美国到中国来要借钱的要推销美债，因为中国已经连续22个月在抛售美债了。那叶伦这时候去，应该是以他的这种财政部长的身份，应该是继续去推销美债。
然后叫中国不要再抛售。可是他突然冒了一句说：“你中国产能过剩，对你卖我便宜的东西，我不会写感谢函给你，让大家听得很不是滋味。你怎么会讲这种话？对不对？人家卖便宜的东西给你，礼轻情意重。”这个，而且不是我这东西贵不贵的价值，而是好不好的问题嘛。那你叶伦讲的话，大家那时候觉得很奇怪，因为你好像有点捞过界了，这应该是戴奇啊或雷蒙多这个有关于贸易的问题，你叶伦不应该是你的执掌范围。但是昨天他果然讲了这一次到中国去的重要的2句话。他讲了哪2句话呢？第一句他说他跟中国讲说，我们美债还是很有投资价值，流动性还是很高的。意思说你买我债券还是很有用，就是可见他还是在推销美债嘛。第二句话你知道他讲什么吗？他跟中国讲说，我们会优先还你们中国美债，如果美债到期以后要还的话，优先还你中国。所以说很明显的看到叶伦其实还是在推销美债了，希望中国少买一点。但是我特别要讲美债现在这个问题真的很大。为什么？这不是说你叶伦一个人能够讲的。大家知不知道今天黄金涨到多少？2200了，已经快破2300了。为什么说按理说应该美债跟这个美金来讲的话，跟黄金来讲应该是一个跷跷板嘛哈？你美金来讲的话，如果说是贬值，大家就去买黄金；你如果说利率增加来讲，我应该去投资美金。那为什么现在黄金全世界一直在涨？然后买最多的是谁？买最多的是包括中国，包括新加坡都买很多，那代表说大家对你的美元已经渐渐失去了信心。这不是说一个企业一个领导人他能够做的决定，而是全体的人类，大家会认为说你美金已经慢慢，大家担心你美债过高，将来总有爆的一天。所以现在各国来讲，积极在买美金。我从美金，你现在这2个月突然一下子那种暴涨，而且好像没有停下来的趋势，人家预估有可能会涨到1盎司会到3000块，你就看得出来美金到现在来讲在世界上面价值。我想说，叶伦以他一个经济学这个，不管是当过联准会主席或当过财政部长，他应该很清楚这个背后以后的发展，他应该很清楚。所以他现在到中国来讲，我觉得最重要的，他还是在希望中国能够多买一点美债。那这个德国这次肖兹要去中国去访问，你看他带了谁？他带了这个 BMW 跟这个宾士的总裁，还有这个西门子这些总裁去，他们是真的是很紧张。为什么小米这次出来这 SU7 我想几个数据让大家一听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他们会很紧张。SU7 它这辆车卖，我们算台币来讲的话，观众对台币比较有概念，它大概95万，95万。问题是它充电一次，它可以跑800多公里，它0到这个100的加速是2秒多。那这种性能，就是加速的性能已经是超越这个保时捷了嘛？那充电来讲，800公里的一次充电，那宾士到现在为止充满一次电，300-400万的电动车充一次电要这个只能跑大概600多公里。那你想想看，价位差到要300-400万，然后只能跑600多公里。其实对开电动车的人来讲的话，我当然优先选择小米嘛。那所以说，为什么这次来讲的话，德国双 B 的车子高管会这么紧张，要跟着肖兹去？他需要中国的很多不管电池啊或电动车的这种技术，希望双方能够合作，不然他们会被打趴的。来，严教授。我觉得叶伦刚才主持人提到说他喜欢去吃那个四川菜嘛叶伦是犹太人犹太人在美国是少数白人里头会吃中国菜的就是他们而且还能够吃辣的因为一般美国人碰到辣就全部投降嘛，对，根本不能，他们只会吃甜酸肉。但是你一看犹太人进到中国餐厅，那个点菜就不太一样，所以他大概也是而且他在纽约长大，所以有这个背景那他自己我觉得在中国大陆被认为是鸽派，所以应该会有一些这个让中国觉得就有一些机会能够让双方化解一些矛盾可是你说今天说是中国产能过剩我必须要讲，我认为这个产能过剩是你资本家的问题，对我们消费者来讲，谢谢你们产能过剩，这样子我们才会有便宜的东西来消费嘛。而且中国产能过剩其实很多，包括它的就是说基础建设的产能过剩之后，它是帮很多东南亚、非洲国家在做基础建设，有什么不好？对这些国家，你们平常欧美国家去得一个标贵得要死，然后还收费这么高，那他们今天能够拿到这些也是好事。所以我觉得产能过剩只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今天像 OPEC 像这个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他们就必须要讨论我们这样子石油，可是他们那个石油是可以摆在那里，
我们随时做调整。那但是他们也有一个组织来讨论。那我现在就要问了，就是说，如果你美国觉得中国生产过剩，那你们要不要组织一个什么样的联盟来讨论一下，我们彼此互相限制我们的出口？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不能谈，但是你不能就是只是指控别人。当你现在没有竞争力的时候，你就觉得别人生产太多，那要不然就去找这个国家有没有所谓的这个不公平的竞争或者是说是不是有哪些地方违反了什么不这个竞争的方式？那这个我觉得也可以做我自己看过，我的学生在美国，就美国的人他在商务部工作，他是专门调查什么？当年调查我们台湾我们钢铁输到美国有没有就是倾销的问题，因为便宜嘛。那问题到最后一看，原来是你美国的钢铁工厂已经100年了然后你的生产就是比较贵，而且没有效率那个效能就差了。那现在韩国、大陆跟台湾的钢铁厂绝对比美国要更新一些设备，那当然这个竞争力绝对在，所以美国要检讨，其实我觉得他们还不如像这次巴尔的摩这个侨岛，你就干脆把这些工作变成你全心投入你自己的基础建设，那你会创造出一些就业、一些产能嘛。更多的国际内容马上回来。好，中美秀肌肉也比拼到高铁上了嘛。好，我们看到呢是这个美国在抖音上呢就有秀出了一个美国高铁要展示说，哇，你看我们跑多快呢？这辆列车呢，它是沿着美国东海岸行驶的。那时速呢，你看到我们画面上就是这一辆列车，它号称高达150英里。那这个列车呢，它快速的这样飞啸过去说是可以连接波士顿以及纽约费城等等的这些城市只是刚刚这个画面呢，虽然仅有几秒钟，那看起来好像真的也蛮快的时速有到150英里可是就有被讲说，这是不是其实还是远远不及其他各地的真正高速列车呢？尤其就被点名了是中国大陆我们看到呢，《纽约时报》有一名记者，他就搭了这个美国的国家铁路的客运公司所这个设的货车从纽约要前往旧金山，结果呢，在这72个小时的旅程之后呢，他就说真的是吃力不讨好。为什么呢？因为比起乘坐直飞的航班，除了排放更多的温室气体之外呢，他就讲啦，因为美国铁路年代太久了，所以呢，东北部以外地区其实没有铁路电气化的，还在使用柴油的运作。他就在报道中感叹说，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其实就实现了70%的铁路电气化。好，那对比一下呢，就是我们看到中国国铁集团的数据呢，到2023年底，这个铁路营业的总里程来到了15.9万公里，其中高铁4.1万公里预计在2023年呢，这个现代化铁路会是相对蛮普及的。对不起，2035年，那铁路网的规模可以达到20万公里高铁有7万公里。好，那不只是在中国大陆自己使用之外呢，柬埔寨也计划说要把现有的铁路改建成高速铁路，说是在2028到2033年再建造2条铁路那也要在这个是不是可能要来跟中国合作呢？另外是王毅呢在跟越南的外长会谈的时候呢，也提到说，广西是中国和东协交往合作的重要门户。那越南政府就说，中国的铁路工业是全球最发达，所以他们也希望可以来学习。还有是在阿根廷阿根廷的交通部呢，先后的2次向中车四方来采购，一共709辆的城际动车组。那其中呢，就跑出这就是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 这样的名片阿根廷的总统呢，现在态度也非常耐人寻味，因为过去大家认为说他是比较反中派的，不过近期呢，看起来态度有软化了。因为呢，彭博就指出说，他曾经在受访的时候点到中国和阿根廷的贸易关系是一点都没有改变，他也无意来改变双方之间呢价值180亿美元额度的货币互换协议还要民众呢可以多多跟中国做生意。好，我们刚刚讲到的是铁路的部分
哦。那再来看到哦，是飞机，美国搭飞机也很危险吗？4月5号，一架西南航空哦，从德州要飞往拉斯维加斯的这个波音737哦，是波音的客机，发动机又起火了。这也是波音737呢，今年以来哦，你看现在才4月份嘛，已经是来到了第5起的事故了。另外是呢，维珍航空也有一架波音787的这个梦幻客机哦，在4月6号的时候呢，中午在伦敦的希斯罗机场哦，因为碰撞到另一架英国航空的空巴客机，所以呢，造成2架飞机有轻微的受损的情形。你看到就是这个飞机的机翼的部分哦，2架就这样撞在一起了。那当然，波音现在呢事故不断的情况之下呢，执行长就有提到说新的一份声明，就是说将离职的这执行长竟然呢，他的2023年的薪资啊，反而还增加了45%，来到了3300万的美元，哇，这个好惊人哦！因为新台币是10亿元，所以也引发了一些质疑哦。先请教彬哥哦，怎么看说这个美中的高铁啊，这差距到底现在状况如何？美国的铁路其实已经荒废很久了，所以它到现在其实还一大堆都用那种柴油车头，而且它大部分人是不搭火车的，因为他们习惯的其实是自己开车或者是搭飞机啊，所以它的火车工业是长期被忽视，所以它现在对他们来讲150英里当然是蛮快的，因为在美国已经最高速的铁路，可是跟其他国家都差得甚远，不要说是跟日本、德国、法国或者中国大陆比。我们台湾的高铁都比较快，因为我们台湾高铁还可以到300，它才你150英里才240而已，所以他们还是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那中国大陆当然是全世界最有名的这个铁路狂魔，在到处建铁路，因为他已经建了15万9，而且还要继续再建。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印度嘛，印度一直想要跟中国大陆比较，印度也是个大国，人口也很多，印度到现在铁路总长它也不短，但才6万5左右，所以跟中国大陆还是有一段差距，所以。你一个基础建设都没有搞好的话，基本上国家，尤其人口这么多的国家，你要发展本身就会遇到很多困难。那中国大陆当然就是全力在发展这个方向，这是它的强项，所以它也把这个技术输出嘛。现在整个东南亚，它在印尼才建好那个雅万高铁嘛，那印尼现在也是期望要中国大陆继续跟它合作，然后要继续增长铁路的长度，然后越南也好，柬埔寨也好，东南亚这些国家大概都会期望。就是依赖中国大陆的基建实力，然后快速让他们的基建升级，因为这对他们的经济转型成长才会有帮助。因为现在东南亚这些国家也都到了经济要成长的时刻，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那在这一方面，美国就没有办法提供援助，因为美国自己都没有办法建成，更不要说去帮别人了。那当然，拜登之前也提出过要帮印度建铁路，我听了就觉得，要不要先帮自己？对他自己要不要先盖好再说？所以这个就是事实摆在眼前，这骗不了人的。那阿根廷也是一样，因为阿根廷这个总统本来很夸张，就是不但要跟中国大陆交恶，而且要把整个阿根廷重新砍掉重练。那现在他好像正在往这条路上走，可是他对中国大陆为什么转向？因为他知道他跟中国大陆合作是对阿根廷有利的嘛，所以这个就是骗不了人的事实摆在眼前，大家就必须要向现实低头，这个是你没得去解的事情。那至于波音呢，我必须讲，波音真的面临到很大的问题，大家觉得偶尔嘛，难免会发生一些小失误嘛。对。可是从去年到今年，太频繁，已经太多了，这种事情不断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这样发生下去，大家会对波音是非常没有信心的。我都很想建议我们采购的那些波音客机，是不是要先暂停一下，先不要买，因为这看起来一直在出问题啊。然后这个公司好像也不思改进，给执行长这么高的薪水，你为什么不给员工高一点的薪水呢？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要慎重考虑，是不是还要真的继续要跟波音买飞机？来立章子。这波音今年出事到现在，其中有一件最大的空中爆炸事件，媒体都没有报道。在3月29号的时候，美国这个联合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从法兰克福起飞，在飞到高空中的时候，有一样东西爆炸了，就造成最大的空难。然后飞机不得已折返。你知道什么东西爆炸？什么？它的化粪池爆炸。整个飞机上面
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臭气。飞机那个上那个厕所其实是很高科技的，跟潜舰一样。你这个东西必须要在飞机机腹有一个舱，专门储存这种就是旅客的排泄物。那是一个等于说，如果说你上厕所你不小心的话会被吸进去。我想说，在飞机上上过厕所应该都有这种经验。那它那个系统坏掉以后，就整个喷出来了嘛。喷出来以后不得已，这个整个飞机上面臭气冲天，只好返航。所以说，对波音来讲，这是今年最大，我认为它最大空难事件。但是觉得中国的这个铁路发展，我特别要讲啊，其实就有一句话叫做要致富先造路。其实中国的发展不只是铁路，大家注意力都放在铁路。其实我觉得说，交通运输其中有5大类，对不对？铁路、这个油管运输、水运，对不对？空运还有公路运输，这5种东西大家去看啊。其实我觉得中国在这5项的交通建设方面都非常的有大的进步。铁路我们不用讲了，现在大家都看到，就马上8纵8航就完工了。飞机来讲的话，C919马上出来了。这个海运来讲的话，它的这个我们都知道，它现在造船已经是世界上面数1数2的。油管运输来讲，不管从西伯利亚油管管线，或者从这个缅甸的皎漂港的管路运输，或者巴基斯坦那边这个管路运输进入到新疆这些的油管运输，其实它也积极在做这方面建设以及维护哈。在公路上面来讲的话，更不要讲。公路上面我们看到，我们讲基建狂魔，有很多不管是打通天山啊，或者是说这个在新疆那边这种高速的这种环整个沙漠的公路网都已经建成了。尤其是最难得的是它铁路方面，我觉得不只是高速铁路了，它能够完成青钢藏这种冻土层的这种铁路，在好几年以前已经完成了。我觉得像这些就是不管是油水铁公鸡，各种5项建设，它都积极在发展。我觉得这些基础建设，它之所以能够国家在这短短的几年之内能够快速的经济成长，跟这个交通建设是绝对脱不了关系的。因为从国父那时候就讲嘛，他说他如果说是不当总统的话，他就要当全国的交通建设部部长。他那时候就有这种远见，一个国家要富强，最重要就是靠这种交通建设，因为只有交通建设才能够货畅其流，也只有货畅其流，然后才能够说是让整个这个货物能够交流的话，然后才能够创造人民的财富。不然我生产东西我卖不出去，没有别的用途。大家不要忘了，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对中国来讲影响也很重要，也就是说，这个苏俄的这种在东北的那个港口啊。这个已经现在来讲也借给中国，开放给中国来做使用。海参崴，对，海参崴，他们好像叫海参崴。弗拉迪瓦斯塔，对，也已经让中国来使用。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交通不管是陆海空3个方向的运输都有很大一个进步，这也代表中国未来的发展是可以预期的。来，严教授。我觉得美国今天这个就是铁路的建设、高铁啊这些落后啊。其实原因应该讲起来，就是他们这个整个从20世纪初开始就全力，因为美国是汽车工业领先全球，所以他们就不断的把这个经济以这个汽车为主啊，所以你看这个人就从我们讲的这个都市搬到郊区，因为都可以开车，然后就一路扶植这个汽车工业。但总没想到到了80年代，忽然发现石油价格变高了，然后你汽车竞争不过，比如说省油车竞争不过日本，然后你现在电动车竞争不过中国，就是它这个整个的这个交通的事业是扭曲的啊，就是铁路就完全忽视了。所以你到美国你就会看他们有那种大批运输这种我们讲货物的车子，哇，我有时候在等碰到40几辆、70几个车厢的。你等就等5-6分钟才会走完。他们还是有这些这个运输，但是呢，他们基本上就是不太整个的建设网和那个人民的交通走这样，不像我们台北，比如说我们坐捷运，只有在纽约有一些捷运是方便，地铁是方便，有些地方你要弄地铁，比如说洛杉矶，你要弄都很麻烦。就是你原来的规划就是开车，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整个。为了满足整个汽车工业，底特律这些当年的这个美国的这个龙头产业，结果到现在发现龙头产业不行的时候，你的替代选择是什么？太晚了，现在都太晚，所以我还是像刚刚前面一段讲的，你赶快再好好搞你的基础建设吧。
你好好把这些铁路弄好，然后你让你的这些交通建设能够再跟这个新兴的国家来拼，包括你的钢铁工业这些，你的工厂都已经旧了，所以你的基础建设不好，而且只靠拜习通话内容里面有一段就说，美国并没有要跟中国脱钩的。那么接下来马上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问了中国，不过在会晤中国总理李强的过程当中呢，他表达的是什么？美中需要有能力进行艰难的对话，管理复杂的关系，才能稳定两国。李强给他的回应是说，美中重点在于尊重啦，互相要尊重啦，才能成为伙伴。那中方希望两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当然，但我们刚刚看到那么多围堵的行动，又是怎么回事？那网友很多在讨论的是什么？叶伦跟李强握手，还有各种的这个姿态进场等等的，记得吗？之前因为他进场太过于被说卑躬屈膝啦，握手也是过于这个礼貌让人家觉得好像失去了自己的尊严，所以这一次呢，都站得直挺挺的绝对不会再被骂，很重视仪态那这一次叶伦却在广州公开讲了一件事情，中国的制造业产能过剩会造成其他国家的严重后果或麻烦。他说这个中国制造产能过剩的经济失衡可能会造成其他美国的企业产业被低价竞争等等的问题，还警告大陆的企业如果在乌俄战争期间帮俄国提供物资支援的话，他放话可能面临严重的后果。所以一方面说没有要脱钩，一方面说要合作，但是对于中国电动车啦、太阳能电池板这些呢，却又说担心这个产业战略会对美国造成的影响，会产生担忧，所以让美企难以参与竞争，要帮美国企业争取提供公平的竞争机会。那这种两边的说法，在不同的场合，同样都在中国发生的谈话里头，新华社就特别发了文去驳斥它产能过剩这个论点，认为呢，美国是为了保护主义在找借口，这样的言论就是在破坏中国的国内经济成长和国际合作。反而他建议华府要专注在培育创新跟竞争力，就说你自己要想办法跟我们竞争，不是诉诸于散布恐慌我们强大，你们这么害怕等等，就是这个意思了但叶伦呢，特别在跟美国商会共同谈话的时候讲了这件事情跟何立峰进行多轮会谈，说不跟中国脱钩，要美国企业能够成功，美国企业还是应该可以参与中国市场是很重要。他当然明白美国企业需要中国市场嘛，也不停地往中国市场走嘛但他说沟通明显改善了我也跟拜登总统一样，反对跟中国脱钩，希望美国企业在中国继续取得成功。那外界在看，当然还有肢体语言嘛，那又来了，来看看他见李强的时候，正襟危坐，这次姿态上挑不出毛病，但到了见美国企业的时候翘二郎腿。那当然有人说这样子态度比较强势，我觉得也有可能他比较放松啦，就比较自在，没有那么担心外界做文章，那大家看的观点当然就很细咯。但又来了，怎么新闻标题都是什么又是你嘛，波音又有状况发生了。先看一下这段画面，是发生在美国伦敦的希斯罗的机场居然波音787被称为梦幻客机的，在滑行的过程当中撞到了一辆有载了100人的空巴。他当时自己787是空机，但是载了这个121人的空巴的时候，把大家给吓坏了，还有人因此受伤。怎么会滑行也会撞到呢？是不是设备有什么故障，还是有什么问题？当然还有待厘清。但同时还有另外一辆737客机也出问题，起飞的时候发动机起火。这一辆飞机是从德州要飞到拉斯维加斯的波音737客机。这个在空中起火有多严重啊？这个看起来发动机起火，真的，我相信飞机上的所有的乘客应该都吓歪了，上次门掉了，什么状况都有。这次成为波音737第5起，今年现在才4月初而已发生的第5起事故。所以当然大家会讨论中国的波音跟空中巴士竞争对手要着眼于亚洲像 C9Y 919有很大机会获得市场份额，因为是国内市场空巴跟波音对飞机的部分都卖完了。但是呢，美国跟英国还是主导了商用喷射机，所以中国的商务飞机呢，有没有能力威胁呢？在很多专家、航空咨询公司认为，恐怕是很难威胁的。但其实波音现在把寄望于中国市场
却有发生了这么多的意外事件，那看起来竞争也很困难。亮哥，首先我们来看看叶伦到中国去反映的这个强弱之间的表现。事实上，美国这一次是叶伦到中国，然后戴琪去欧洲啦。那戴琪讲话是讲得更白了啊，因为叶伦毕竟他没有那么政治啦，说实在了啊，他坦白讲他也没什么官架子。你看他一个老奶奶啊，就携背包就下飞机了啊，那携背包也被很多人在讨论了啊，所以我是觉得他是一个比较随和啊，愿意谈一些真正的事情的人啊。可是坦白说，比较专业的文官啦。对啦，可是我应该说没有那么政治啦啊。那可是问题就是拜登政府就是要拿出这个论调啊，因为我觉得戴琪更能代表拜登政府了。他事实上就讲得很白啊，他说他的用词还真怪啊，他说中国这种特殊的经济体制啊，加入 WTO 之后，我们都无法抵挡啊，他还用了一个叫做超级有效率的经济生产，这是戴琪讲的，那这个就很奇怪啦，那你现在输了才开始觉得你让他参加 WTO 是错的，因为你太有效率。那你以前怎么不去要求人家呢？都多久了？20几年了，参加 WTO 20几年了。那你现在发现你这个很多都被他打败，那你现在就开始紧张了啊。那叶伦用的概念，我觉得根本就都是误导的概念啊。什么叫产能过剩啊？中国大陆的电动车目前出口，这个是彭博的统计，累计到今年3月出口只有不到25万辆，这样叫产能过剩啊？大部分内卷啊，大部分是卖给国内市场嘛。是。比亚迪到现在做了电动车，做了700万辆，绝大多数都是在中国市场啊。所以我不知道他在讲产能过剩，你指的是什么？你如果指的是太阳能产品，那造成价格破坏，很多都变得非常便宜，便宜到大家都无法竞争。这个你说这个叫过剩，你应该说是大家都被他打败了吧？因为他没有办法加压低价。对啊，因为这个现象不就是我们在讲冠军企业吗？是。德国也有很多冠军企业啊，对不对？就是它的全球市占率超过70%，没有人打得赢它嘛。阿斯麦尔，荷兰的阿斯麦尔占全世界的市占率超过90%呢，你怎么不去说它？所以我觉得这种概念都蛮奇怪的啦。你一方面要说人家产能过剩，那欧洲就说我要对你的补贴做调查，补贴啊还比较说得过去了，因为欧洲还没有像美国那么明显。你美国还搞了一个晶片及科学法，公然补贴你的半导体，那你好意思说别人补贴啊？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真的很可悲啦，就是现在在市场竞争上输人家，就开始乱掰一些经济概念。那 WTO 你不要了是不是？不然你重建一个世界经济的团体嘛，你看有人要不要参加嘛？实际上更多的国家是认为自由贸易、自由竞争是更有利于各国的发展嘛，目前就是如此啊。将军，我们在看波音的时候，会不会让消费者或者是你看他还是常常在军用飞机上面，很多合作的固定的厂商对于这样子的一天到晚发生的意外事故，不害怕吗？对，他这是从德州到拉斯维加斯，在空中引擎起火，引擎起火在飞机来看的话是相当严重的，因为737这个波音现在它就2个引擎，你有个引擎起火只剩下1个引擎。这很危险的。你如果是他们是载客是载满量的话，重量非常重，又是油量非常多，它可能一个发动机是没有办法维持它飞机的平飞哦，那它就要慢慢下降啊。如果附近不是陆地的话，那就直接要降到海里面去了。那所以最近呢，就是波音737，包含它的轮胎掉落，以及它的逃生门吹掉，太多事情来，窗户破掉。那这样的话，整个波音737在国际市场上的它的商业的可靠飞行，尤其是飞安的这种可靠度就大幅减少。那大家会转单到空中巴士，变成这个状况。那对波音737的这个市场的需求一定会有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看最近的这个波音系列，尤其是737的系列，这此起彼落，这个问题这个层出不穷，一起接一起。那在这一方面呢，
它的市场的竞争力是不是会下降？而且中国大陆的 C919已经出来了，但是整个市场来看呢，我们空中巴士、波音还有中国大陆的 C919来看呢，整个市场航空市场是供不应求，因为坐飞机是很慢的，但是问题是市场很畅旺即使疫情过后，大家都在那边这个我们知道商业往来、这个旅行观光往来都是坐飞机，所以这个市场非常畅旺，所以他们这方面的竞争性呢也不会说太高，因为大家都做不完呐。因为坐飞机没那么简单呐，50万个零件，大大小小零件一个客机是非常多的，不是说像汽车一下就出来。这就算是模组化，就算是有很多的东西都是我们知道的，都已经变成整个套装的下去，但是还是它有它的整个制造过程，还是有它的复杂性的，还是有它的这个程序是这个样子，有它的限制。那我们现在看这个叶伦这一次到大陆上去访问了，我认为那个姿态是放的比较低，跟以前来看，是不是？因为在2023年，美国跟中国大陆，美国是贸易逆差7700亿美元，但是中国大陆就赚了7700亿美元，其中货物的那个中国大陆的贸易顺差赚美国货物方面就赚了4700亿，7700亿里面4700亿是货物，所以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呢，那美国在这一方面是一直在逆差当中，当然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多买一些美国的商品，但是因为美国商品都是高价，在中国大陆市场就没有讨喜，所以这次叶伦过去一定是希望能够多买一些美国的产品，让中美的贸易逆差能够缩小，然后能够缩小状况之下，美国的通膨又不要上涨。美国的今年第一季的通膨是3.2%，那不要再上涨，再上涨，今年年底是美国总统大选，会对选票有所影响，所以又不能限制中国大陆的商品往美国去销售，所以美国有两难，那两难呢一时两刻没办法解决。左教授的确，美国大选在即，所以拜登政府要什么呢？当然是希望在经济政策上可以提振一下他自己的选情。那或者这个时间点去，有很多分析说，因为刚好初选都到一个段落啊，就算拜习通话，或者是之后的这经济官员去访问，不会太失分是怎么看？拜登到底要什么？拜登要2件事情，第一个，他要展现他有能力去管理这个美中关系。那所以说，你看，不只是叶伦去了这个中国大陆，然后美国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军事官员也在军方的官员也在夏威夷举行对话。那再来一个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商务部的副部长王受文，他是正部级的，他现在也在华盛顿跟美国的这个商务部的副部长在展开这个对话。所以你看3个管道的对话同时进行。当然，他就展现出他有能力去管理这样子一个关系虽然有竞争，虽然这个双方在军事上看起来很紧张，但是呢，沟通对话是没有少。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拜登当然希望在经济上还是有所斩获所以你看在叶伦去访问中国大陆以前，《华尔街日报》连续2天在谈什么，就是所谓的中国冲击。因为中国冲击原来讲的是那时候第一次在谈这个概念的时候是大概2015年、16年，那个时候很多学术的文献在谈这个概念就是说，因为中国大陆的商品呢，廉价，然后品质还不错，就源源不断的冲向了西方的市场，那当然导致西方国家很多的这个产业、很多的工人失业，那个是第一波讲，所以他现在认为说现在是第2波。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新的这个商品呢，就是像这个现在讲的这种所谓新能源的汽车，这些又不断的出来。但是我会发现到，就是说这个跟大陆对于叶伦的期待是有一点落差的。所以说你看在自媒体上，大陆现在在谈的是叶伦到了北京去川菜馆子。然后你看大陆这个叶伦跟何立峰在广州举行了多轮会谈，双方这个谈了第一次谈了4个半小时，结果人民日报把它放在这个第3版，然后呢，李强今天跟这个叶伦谈，现在还没有上外交部的这个网站。我觉得大陆还在，因为大陆其实是希望创造一个中美关系缓和这样子一个氛围。所以你看，之前习近平见了这个工商界人士之后，新华社连续3篇网评，连续3篇时评在谈中美关系怎么样能够回稳，走向这个健康的发展轨道。那现在叶伦来，当然大陆我觉得是有期待的，但叶伦来的这个期待是不是能够落实？特别是在对高科技的制裁上，
是不是双方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那当然，现在看起来他说要成立一个新的叫做什么平衡发展的工作组，因为现在已经有一个金融工作组嘛。那商务部副部长王绍文在美国那个是所谓的商贸工作组，那现在要再开一个新的工作组，那这些工作组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双方的歧见？我觉得当然还是有待观察。接下来看以巴冲突的外溢跟扩大的效应，在1号的时候，当伊朗驻叙利亚的大使馆被轰炸，以色列干的之后，现在他们扬言要进行报复。这个由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一定要对以色列、对伊朗的这个驻大使馆领事部门的袭击做出报复。而且会出动见证者无人机、巡弋飞弹等等进行报复。当然也有民情激愤这样的报道，一直在告诉大家说，伊朗一定要报复回去。以色列媒体则是报道，因为伊朗还有代理人的威胁，所以全球有28个以色列的驻外使馆5号就临时关闭，避免被反击啊。目前以色列官方就没有再发布什么消息，但就先把大使馆关闭，以策安全。伊朗另外也放话美国说，你呀要远离以色列，保护生命，以策安全，这样免受伤害。什么意思？就是说向美国警告，远离以色列，避免可能成为攻击的目标。那美方则是回应，要求伊朗不要对美方的设施作为打击目标，因为以色列的对于加萨走廊的各种冲击跟攻击，已经到了一个失控的地步，以至于连美国、联合国各种的谴责声音，美国也 hold 不住了。其中，联合国的人道事务副秘书长他公开的说，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战争行动已经变成是一种屠杀，升级为对人性的背叛。而联合国秘书长说，以军轰炸行动包括把 AI 当作目标辨识工具，是传闻的把 AI 当作辨识工具，可能在人口稠密地区有相关的这个反抗军的人在当中，就会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去攻击。但他对这些传闻深感不安。以色列当然驳斥说没有用什么 IDF， 没有用 AI 系统去辨识恐怖分子啦那只是试图要推测一个人是不是恐怖分子，用什么方法呢？但加沙战争已经爆发半年，说是战争，其实更精准来讲是一方比较强力的去攻击。英国首相公开的喊话说，以军滥杀无辜裴洛西包括已经可怕的战争必须结束。而在美国部分也是，包括了已经卸任的议长裴洛西等民主党的议员，大概有30多个人，通通一起联合署名来联署，力促拜登跟布林肯赶快停止以色列转移武器，不要再给他武器去做无辜的轰炸跟攻打了。还有以色列内部也发生了这样的风向示威者高呼纳坦雅胡有罪。以哈这个战争已经满半年了，要他下台来谢罪，甚至呛纳坦雅胡对以色列来讲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害以色列处在危险当中。但拜登想脱离以色列的这个泥淖，当然影响他选战啊。现在所有的国内的舆论几乎都是反对以巴战争继续下去的。但拜登有没有办法控制住纳坦雅胡？这个报道是说他已经向纳坦雅胡下了最后通牒了，讲了半个小时的电话通话告诉他说。美方许多高层官员都在场的这个情况之下，告诉纳坦雅胡，如果以色列不改变在巴勒斯坦的加萨方针，将无法支持你们了。那这个态度被认为这是从发生问题到现在以来最强烈的一次用语。那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涉及西方援助人员的时候才有这样的情绪的，但之前那么多次攻击这一类都有啊，却没有这么强烈感到愤怒，到底是为什么呢？跟伊朗或可能扩大的战事有关系吗？也要化解国际压力，或者是国内的反对声浪吗？还有现在是拜登骑虎难下，所以当记者去问他说：“请问美国会抛弃以色列吗？”他的回答说：“这个问题是。”这个会认真的吗？他也没有回答，然后他就急着就离开，也没有回答任何的问题。网友当然很多讨论了所以对于美国来讲，现在这个以巴的冲突，甚至伊朗如果真的要反击的话，可能影响到多大的程度，美国应该也是很担心的。亮哥，我觉得美国的愤怒应该是第一个，就是在4月9号就结束了嘛。那以色列如果要攻击，很可能4月10号之后，任何一天都有可能。我讲的是打拉法拉法那边现在聚集了140万人，你可以想一想，他打了会是什么样的人间炼狱了
事实上现在连英国都跳进来了啊，那等于是五眼联盟都表态了就是英国都已经直接讲说不应该再给他武器了啊，现在只剩下美国在提供武器啊，所以接下来就要看拜登是不是又在演双簧啊，因为美国才刚提供以色列1800枚 MK 精准炸弹，就是你在提供啊，所以拜登说什么话我都不相信啊。我觉得拜登为什么会生气啊？第一个就是因为打拉法这个后遗症真的太严重，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以色列去打那个伊朗大使馆啊，为什么这个事情让拜登有点生气啊？因为这个没有必要。他当然会联想为，就是说，你是不是要让黎巴嫩真主党打进来，然后逼我美国被卷入？因为纳坦雅胡不想结束这个战争嘛，那拜登要他结束战争，所以以色列那干脆把战争扩大，所以他就去打伊朗大使馆。那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什叶派民兵打进来，那你美国怎么办？你美国是不是就要表态？那在美国这种一面倒向以色列的这种政治结构下，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真的打以色列，美国是一定要介入的。那纳坦雅胡就可以继续打，这也是很聪明的做法。所以拜登就是计中计啊，不就是说你要干这种事情，不跟我打招呼啊？那这个就是一个变数嘛，没有人能够料准这个伊朗的报复会只限于这个飞弹的攻击，或者是黎巴嫩真主党真的就打进来了啊，这个真的没有办法预测了啊。那美国当然是担心后者嘛。当然，因为对拜登来讲，他不希望中东的战争扩大嘛，因为在这种氛围下扩大，那美国在中东大概变成过街老鼠了，所以他当然不希望，而且你这个还要联动到你要打拉法，这个全世界还得了？这个全世界穆斯林大概都要造反的，所以美国觉得以色列他不是不支持以色列，他是认为纳坦雅胡已经疯了。控制不住，你怎么会有这种算计啦啊？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可能在酝酿，想要让以色列内部的力量把纳坦雅胡换掉。因为纳坦雅胡事实上就是一个脆弱的联合政府，所以美国要来酝酿换掉纳坦雅胡是做得到的哦。那就是说，以色列你起码换一个比较跟美国或者跟世界能够沟通的领导人吧。那你要怎么打？我认为美国还是支持以色列了，可是他觉得纳坦雅胡已经完全无法掌握了啊。那这个看法大概也是加拿大、英国的看法，那就不用讲其他国家了啦，我们就讲五眼联盟了。所以目前澳大利亚、加拿大都已经说他不提供武器了，所以英国如果跟进，那这个其实英国现在是没有讲到那个程度了。他说可怕战争必须结束嘛，对不对？那可是裴洛西跟贺锦丽都已经公开表达对纳坦雅胡的不信任，所以我认为大概他已经到了临界点了啦。美国大概我认为未来1个礼拜应该要做出决定了。未来1个礼拜，那么伊朗接下来的这个所谓的反击行动会到什么样扩大的程度，外界也很担心。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伊朗扬言要反击，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状况是什么？这伊朗一定会有大动作的反击，而且伊朗我们知道它在中东地区，它的国土面积那么大，18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8000多万人口，它又是一个伊斯兰教的什叶派，什叶派一向在中东地区扮演的是强硬的角色了，结果它的大使馆被以色列给轰掉了。你看它一定报复报复，一定报复。我认为它会采取3个，第一个它会用无人机做饱和攻击，因为无人机的话，伊朗就是无人机生产大国啊。刚好就是用无人机饱和攻击，让所有的这些以色列的防空飞弹或者他爱国者系统给消耗。另外呢，他的这个巡弋飞弹、超音速的巡弋飞弹。第3个，伊朗的地对地的导弹。那这个就会对从那个叙利亚东北方的叙利亚，还有正北方的黎巴嫩的地方对以色列发射。那这样的话，以色列它的这些防空系统可能会招架不住哦。它的铁穹系统可能也会
跟上一次的我们讲到的10月7号那个饱和攻击啊，那个哈马斯组织饱和攻击，让以色列也受不了，也都满了，满的话没办法了，那么就当掉了，当掉的话，那后面的这无人机的话，如入无人之境，因为它防空系统已经饱和崩溃了。听说把 GPS 关掉。对 GPS 关掉的话，它现在说有没有这个卫星定位系统？它有惯性导航系统还在啊。哦，那惯性导航的话，把它惯性导航输入就可以了。对这个定点的目标，可能是以色列的空军基地，也可能是它的重要的这些武器装备库，还有一个可能以色列的港口的军舰都有可能。我认为这些都是伊朗所要攻击的目标。那这个伊朗它不会抹下这一口气的嘛？而且伊朗在中东地区，它是石油生产大国跟石油输出大国，它不缺钱，人口又那么多，怎么可能吞下这一口气？所以它一定会进行报复，只是时间的问题。那另外一个我们来看的就是，因为这一次这个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呢，因为已经半年了，这巴勒斯坦人，而且已经造成巴勒斯坦人呢在加沙地区死亡了32000人呢。那最重要，美国现在的态度啊会比较开始会转变。为什么？因为美国总统年底要大选，要大选的话要选票，选票的话，这个犹太人在美国，他有相关的这些媒体、银行、商业、金融这方面的影响力。但是问题是，选票是每人一票，美国也有很多的是穆斯林回教国家的人移民到美国去，他也有投票权，他现在是美国的公民。那这样的话，这些人的话，每个都是一票，犹太人也是一票，穆斯林人在美国的这些公民也是一票。那个他要考量的是更大的选票，因为往往这个拜登跟川普之间的这个今年年底的开票，他们的差额是伯仲之间。那换句话，这是很有关键的。所以美国对以色列的目前的这种强硬的作风，一直无止境的对加沙的这种攻击，可能会有脱钩或者是一种疲劳支持的现象。连川普都对于像以色列的做法有意见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以巴冲突现在虽然美方也出面希望能够阻止，但显然没有要停止的迹象，反而对于伊朗的攻击可能产生的后续效应。教授，因为这其实最尴尬的应该是美国啦，因为一方面呢，这一次被炸死的这个所谓圣城旅的这个指挥官哈，圣城旅本身也是美国所认定的所谓的外国恐怖组织嘛。但是呢，美国另外一方面，美国自己的政策也把它的在海外的使领馆啊视为它领土的延伸。所以说他这个对于以色列这个行动，他是既不能谴责，他也不能够支持。所以美国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他有告诉伊朗说，这事情呢他没有参与。然后伊朗呢也回复美国说呢，最好不要参与纳坦雅胡的这些行动，否则你会受伤。那现在这个就有2个有趣的事情在这个上面，这个对话里头出来了。第一个问题是说，到底双方是通过什么管道去对话的？因为美国现在此刻好像没有驻伊朗大使啊，那到底双方的对话管道在哪里啊？那事实上，拜登政府因为他延续这个奥巴马政府的人士，所以他们有一些人是过去参与过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官方的这个对话。